肖战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拨打120，和校爸一起把校妈扶了起来，扶到沙发上去坐下。肖战还在掉眼泪，就像是停不下来一样，推拒着王一博来抱自己的双手。你别过来，一博，别过来！王一博愣在原地。王一博一回头，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肖战，事情好像超出控制了。救护车来得很快，医护人员迅速把校妈抬上车，而肖战也是自责不已，跟随救护车一同前往了医院。救护车一到医院，校爸和肖战坐在门口焦急不已。肖战双手交握，把头低低地埋在手上，十分的内疚，觉得自己刚才太冲动了，和过激了。医生从病房出来，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。医生，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？医生看了看二人，病人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有些低血糖，昏倒是因为情绪激动。医生交代了几句，就出去了，留下肖战和校爸两个人在病房里看守着。妈妈，都是我的错，等会儿你妈醒了之后，千万别提一博的事情了。肖战脸色很差，只能妥协回答道：我知道了。校妈在病房睡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才缓缓地睁开了眼。肖战早就准备了水，校妈一醒来，就给她倒水喝，让她润润唇和喉咙。肖战抹了抹眼角的泪水，对校妈说道：妈，你终于醒了。校妈撇过头不看肖战，校爸擦了擦眼眶，紧紧握住校妈的手，说道：你终于醒了啊！突然，肖战的手机震动不停，无数的消息疯狂砸了过来。肖战看了一眼，拿着手机又走向了房外。肖战听见电话那头一博的哭声，很不好受，心疼的滴血，泪水打湿了屏幕。一博，我从很早开始就对自己说过，要保护好你，不能让你受到一丝伤害，一次一次的在心里保证道，可是每一次都没有做到，每一次都让你受了伤。仔仔，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？你在我的面前受的伤，我都没有保护好你。宝宝乖，别哭了，一点都不哭了。这个小伤如果能让你爸爸消消气，那也值了。仔仔，给我一点时间。肖战话落，王一博停顿了许久，随后开口说道：我等你。眼泪止住了，心情也在慢慢缓和。他要变得足够优秀，足够强大，才能护住自己喜欢的人。在病房外和一博发完消息，肖战埋着头，在走廊上的椅子上坐了许久，直到校爸出来喊他，他才起身回了病房。妈妈，有没有好点了？校妈眼神暗淡了一瞬，看了肖战一眼。校妈想着想着就先睡着了。肖战盯着校妈看了很久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躺上了旁边的一张陪护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脑子里出现的全都是王一博哭着求他别离开的样子，像是一只被丢弃的小奶狗一样，让人十分心疼。肖战眼角滑出泪水，浸湿了枕头，一抽一抽的哭泣声。虽然声音极小，但是在这小小的病房中，声音还是很突兀的，惊动了旁边的校妈。校妈从没有见过肖战有过这么伤心的时刻，心里有点触动，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了一点？不过不出片刻，校妈便在心里否定了这个想法。校妈心里也疼啊，但是她作为一个传统的母亲，是根本接受不了肖战和一博的那种情感，这只能怪她自己，爱上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人。校妈翻了个身，肖战听到了动静，连忙止住了哭泣声，朝校妈那床上看了一眼，
没有动静。翌日，王一博在他吃午饭的时候，给他打了好几通电话。一博，肖战的嗓音还是略带沙哑的。哥哥，阿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今天出院了。那以后呢？以后，他不敢想象以后了。当初肖爸肖妈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可以自信地和王一博说道：“我会陪你一辈子的。”可是现在呢，他不敢想了。两个都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，让他怎么割舍啊？王一博见肖战沉默了许久，便自动跳过了这个话题。之后，肖战又和王一博聊了几句。因为一博赶飞机去参加品牌活动，所以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在晚饭开始后，肖战就心不在焉的。肖爸说道：“儿子，还是那句话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不想看你们走这条路，没有什么可犹豫的。”对着爸说道：“对不起，爸，我知道这很让你们为难，可我们不会放弃。是我着急了，对不起。”肖战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自己抛进床里，用被子捂住头，哭了起来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爸妈这会正站在他房间门口，听到儿子撕心裂地的痛哭，也心疼不已。肖妈妈拉着老公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他们两口子都沉默了。战，起来吃饭。虽说生气，但是肖妈妈还是舍不得儿子饿肚子，看着儿子睡着的脸上还有泪痕，就心酸。这一次，爱真的是孽缘啊！马肖战睁开眼，就看见自家妈妈坐在床边，慌忙地擦了下脸，坐起来。战，你马上跟那个男孩子分手好吗？我们错了就改，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那么多好的女孩子，你肯定会遇到的。肖妈妈开始和儿子讲道理。但是妈，我们分不开。也许你不相信，但是分开我们就活不下去。王一博他提到王一博的名字，肖战就哽咽了，忙用手挡住脸。战啊，你让我们当父母的怎么办啊？你也说你们两个都不是天生的，那么只要断了，时间长了肯定会好的。你可不可以听妈妈的话，什么都可以忘了的。我们一起拍了《陈情令》，戏还没有拍完，我就发现我喜欢上他了。当时我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一拍完，我就去了日本。我和他断了所有的联系。可是妈，我真的做不到啊！我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做过测试，我不是同性恋，不喜欢男人，只是他而已。只要是他男的女的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区别。肖妈妈看着儿子这般模样，很是不忍，把儿子抱在怀里。妈，我真的离不开他，求你了。看着儿子嘴角还在流血，头上起的大包已经有点淤青了，肖妈妈很心疼，可是心里真的接受不了。肖爸爸现在门口看着他们，罢了，出来吃饭吧，吃了饭我们再说。肖爸爸对他们母子说：“爸妈，如果可以分开，当初就不会在一起了。接受这份感情，远比你们想象中难。我们都不是天生就喜欢同性的。如果可以选，谁愿意走这条路啊？我放弃过，逃离过，那种日子生不如死。即便如此，我都没有想过去捅破那层窗户纸。可是当我知道我这样伤他有多深的时候，才妥协的。我们现在都是上升期，如果被媒体发现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，但凡我们的感情有一点犹豫，都不会在一起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不能和他共度余生，我只会孤独终老。求你们了，成全我们。肖战说得声泪俱下，肖爸爸和肖妈妈听到他的诉说都没有说话，情绪稍微平静了一点。原来儿子这么痛苦，
即便如此，也不愿意放手。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分手，也是很冷静地告诉了爸妈，说了句没事，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了。可是这一次居然截然不同，跪在地上痛苦地苦苦哀求。他们从没有想过儿子面对感情会如此强烈，可是想到以后儿子不会结婚，不会有孩子，校爸和校妈还是接受不了。他们可是从儿子毕业就准备好婚房的啊。记不得曾跨越过多少风和浪，做你的砖墙，你是我的翅膀。我们记得对方青涩的模样，满是骄傲的脸庞，时光融不丢的壁画窗。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，都是你围着了我的山川流溪，为我下一场倾盆的雨，连丢地灵把真